喜欢刚才他说的那种风格吗？不好说，有时候甲方的意图可能连他们自己都很难准确地描述出来。刚才那个祖母绿，我还担心我说出事实他会不高兴呢。没想到，原来他是在试探我们，还好我们没有中招。不过就算不是试探，咱们也还是应该说出来，毕竟这个是咱们的职业原则。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？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，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，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。难道没有余地，原因都已多余？没事。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？心渐渐远了，累了也模糊了，才是谁想要的结局？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你有关。你做的那些事情能让人产生好的联想。高洁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啊！你别想再假装偶遇。麻烦你不要那么自恋，我没有兴趣探听你的行踪，我来只是为了自己的事，至于其他的，随便你怎么想。还有烦死的思成，你居然又跟他在一起，还是说你们就是同谋啊？你对我有偏见，麻烦你不要拉上其他人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一切，我只不过是你的目标之一。说完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懒得跟我说任何一个字。说的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，我可以走了。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期待你识破这一副面具。刚刚碰上了个人，耽误了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我跟高小姐聊得正投机。坐吧。雷总见多识广，跟雷总聊天总能学到不少知识。哎，见多识广说不上，知道的杂，谈谈皮毛还可以，再往深了谈，我就不懂了。哎，在我们公司，你还有别的熟人啊？是凡斯的思成。哎，他也是来参加珠宝研究所的吗？他已经离开凡斯，自己做设计师了。他这次来是参加我那个特拉18的设计招标的。啊，帕拉18在雷总的众多收藏品中确实算顶尖货了。我们瑞华也很看重雷总在彩色宝石方面积累的渠道资源。我希望这次借助珠宝研究所的契机，我们可以展开更深度的合作。我对瑞华的品牌一直非常信任。再加上有高小姐这样出手不凡的设计师，
我现在就可以拍板跟你们合作。剩下的就是谈谈细节的问题了吧？听起来好像是想要艺术装饰风格，那种20世纪20到30年代风格的设计，我觉得挺容易的，给我3天时间就好了。简单的按这个路线确实是能够拿到合约，但是后续能不能达到雷总想要的，让国际大师也一眼惊艳的效果，能不能完成雷总的梦想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司总，我觉得我们眼前首先要把这个合约签下来。这单如果不签的话，什么梦想不梦想的，我们就是在这空谈啊。雷总这个人，跟他交谈的时候，看上去感觉很有把握，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有纠结，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追随当今西方主流市场的眼光，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向。高洁，人家雷总是个经验丰富的行家。你才有多少资历啊？见过一面就随随便便的猜别人的想法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分析怎样才能更有把握取胜。要在展会上胜出，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西方路线这么容易。我通过跟雷总的交流，我觉得他想要的可能不是欧式雍容华贵那种东西。高姐，你跟我想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奶奶，你找我。哥，你也在。玉芝啊，苏金组的招聘怎么样了？其他的人员配备差不多都齐了，只差销售总监。在我的预料之中。现在好啦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是吗？谁啊？你要感谢于毅。镶嵌组的马总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借调给我的话，那你们镶嵌组的销售怎么办？我仔细观察过雷总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偏好。从他的着装、配饰，还有办公室陈设来看，都是统一的中国风。还有他戴那个扳指，还有他那些行为举止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却提出了一堆欧洲贵族奢华、绚丽吸睛的要求。应该只是出于想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愿景，而不是出于真爱吧。现在跟上国际潮流就是大趋势啊！国内哪一家品牌不是这样做的呢？跟外国人做的一样好，这不好吗？这不对吗？难道你们是想要转头现在做一些小众的中国风啊？中国风现在已经不能用小众来形容了。抛开雷总的喜好不谈，光谈参展。以往中国风在国际上也是很抢人眼球的，尤其是这2年特别走俏。对，上次安东尼奥大师对中国风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再探讨，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。剩下就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设计的细节问题，你来表述，我来动笔。司总，雷总人家的要求明，雷总的表述是雷总的表述。有时候未必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的才是最好的，因为客户永远都不会像设计师那样更了解珠宝设计。有时候他们的表达未必能够100%表达他们的内心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找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做的绝对不是保险的设计，而是直击客户灵魂的设计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战胜所有的同行，赢得比赛，赢得雷总的心。好了，文文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高洁再探讨一下。明明我才是帮雷向东设计的那个人，凭什么高洁一来就抢了我的活儿？镶嵌组的业绩，奶奶现在心里最清楚，也最放心。奶奶现在最担心的
倒是你们素晶组那边。奶奶，是这样，我们2个组的产品类型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我们组又在转型阶段。这个马总监到了我们组，就相当于从零开始。我想知道他本人的意愿是什么。这你不用担心，都是瑞华的员工，流程都清清楚楚的。素晶组有需要，我这边有人，当然义不容辞了。再说了，马总监在相信组积累了不少的年轻消费群体的客户资源，不正好符合你们素晶组目标人群的新定位吗？可是，于志啊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于志是不相信马总监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啊？都是为了瑞华公司，兄弟俩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？素清组人才流失是在我意料当中的，不能全怪你。于毅把马总监调到你那儿去，帮你解决燃眉之急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吗？要懂得感恩。好，那就谢谢吧。不客气。何总监辛苦了，客气了。其实我是一个要离职的人，这事儿无非就是给您一个顺水流水。不过你弟弟在拼事业这个劲头，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当年的穆子远。李总，你要当心。谢谢提醒。你们这效率太让我欣赏了。您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，而且这次的设计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，我保证出来的成品完全符合您的期望。是吗？嗯，来我看看。这个设计叫做时光之轮，运用了中式美学，呈现禅意质朴的风格。中式美学。嗯。我们上次谈的应该是华丽的西式珠宝设计风格，我没记错吧？嗯，没错。那司先生、高小姐，我想请问，什么叫做定制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你们2位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我们上次谈的设计方向。那么对于这种完全违背了客户意愿的设计，我就不看了，浪费我的感情和时间。你看我画的，画得越来越好了，真棒！那你要一直陪着我画。我一定一直陪着你，我保证。拉钩。来吃点水果啊。金姐，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她了，有任何需要你随时告诉我。您客气了，没啥需要的。高小姐平时准备的很细心的。啊，是这样，小杰跟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一点小误会，我来看待这件事，能不能暂时对小杰保密？啊，既然您这么说，就听你的吧。谢谢秦姐。您真的是喜欢欧式、宫廷、华丽贵族吗？虽然这些都是国际大赛上获奖作品的贡献，但真的是您真实喜欢的风格吗？司总，那你的意思，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要什么？雷总，我们是认真做过功课的。雷总，请让我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，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设计。整个设计的外形
如同永不停歇的滚滚车轮，边缘部位运用了江南园林的窗棂格图案，您一定很熟悉。在您的故乡，有很多漂亮的古建筑。确实对我做了很多功课。确实，所谓定制，就是从顾客的真情实感出发，做出最适合的作品。看看您办公室的陈设，而且您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拼，还不忘给家乡做慈善事业，可见您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厚。那我这颗帕拉伊巴，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？窗棂格代表心灵之窗的话，那这一颗纯洁无瑕的帕拉伊巴就是看向远方的慧眼，正暗含了雷总希望看到中国设计能走出国门的心愿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希望能让海外评委感受到中国的古典元素。这就是我想要的设计。不过，拿这种纯中国风的这种设计风格到国外去展览，雷总，您请放心，这2年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非常走强，我相信他们会欣赏，甚至是惊艳于中式的意境。这也是这款设计为什么叫时光之轮的原因。时代在前进，但并不代表传统美学会过时。这也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荡经典，焕发新生。我确实有弘扬中国文化的意愿。既然你们2位这么有信心，我这次就跟你们赌了。设计方案就定这个，你们抓紧时间完成作品。谢谢雷总。谢谢雷总。我为我刚才的不礼貌向你们道歉。是我们之前没有讲清楚。您放心，一定让你满意。我期待。司总，这是综合您上次提出的中国风，我做出的一个新的方案，套用了一句古诗词的意象：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”您看一下。不错，设计还挺精巧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系列再生发一下，作为咱们公司的特色作品。司总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，我这个设计是专门为雷总的帕拉伊巴设计的。文文，雷总的设计已经让高杰在做了。为什么？之前这个案子不是交给我的吗？而且前期所有的资料都是我来收集的。文文，这个项目呢，你一直很上心也很努力，这个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公司的设计是大家的，谁的合适我们就用谁的。而且刚好是高杰的设计打动了雷总，那能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，你也很优秀，以后的机会多的是。他的设计，一个连简单的初稿都画不出来的人，你说是他的设计？而您在干嘛，老板？您在为他画图啊？文文，设计最重要的是构思，我不过是把高杰的构思呈现出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设计师，不应该对设计的认知这么肤浅的。好，我肤浅。您是老板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